是爆发，全球80%的人类变为丧尸，剩余的人类起码又有9成死亡，幸存的人类有快有慢的开始进化，产生了异能，有肉体方面的，有元素方面的，也有精神方面的。而白小飞掌握的是极为罕见的空间系异能，天赋之强，被称为虚空君王。掌握虚空行走的白小飞狗的能力，无人能及，战斗能力一流。但是末世里资源异常紧张，就算是被称为虚空君王的白小飞，也时常忍饥挨饿，吃的要么是过期不知多少年的快餐食品，要么就是苦涩有酸味的变异生物肉。苟着苟着，白小飞发现似乎熬死满世界除了越来越离谱怪，再也看不到，实在太过孤独了，继续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于是找了个坑把自己埋了。咦，我不是把自己埋了吗？难道我没死？这里是12年前，末世爆发的前1个月，我竟然重生了。这辈子换个玩法，自己建一个聚集地，当个老大玩玩，看能不能通关了。这末日，虽然其他的异能力量都消失了，但异能空间还在。首先是囤积物资，不能再像上一世再忍饥挨饿；其次是招揽那些能够产生异能的人，孤军奋战，苟到最后也没意思。于是白小飞开启了疯狂的购物模式，100份老字号大月饼，100份狗不理包子，500份已做好的大烧猪，这些都是白小飞最爱吃的美食。先满足一下被末世欺凌了12年的胃，随手一挥，将全部美食都收入到异能空间中。空间内部时间是静止的，无论过去多久，里面的东西都和放进去的时候一样。白总，您订购的1万吨猪肉，第一批的2000吨快到冷库了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？好，我马上到。到了冷库后，接了白小飞这个大单子，贸易公司的王总就笑脸迎了上来，卸完货就去银行转账。不急不急，老张老李看好了，别让他们用几10年的冷冻肉糊弄。白总放心吧，我杀了几10年的猪，这猪肉我看一眼就知道什么时候杀的。你个老六可真能吹，我活了20多年，这电路有没有电，我用手一摸就知道。众人先是一愣，随后哈哈大笑。白总太幽默了。白小飞价值30多亿的股份，以10亿就给卖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不和我说一声，还有没有将我这个大伯放在眼里？来集团一趟，我们当面说。自己的亲大伯白建安，6年前白氏策划了我父母一起刹车事故，并占据白氏集团这么多年，借投资之名暗箱操作，将公司的钱转到他父子口袋。上辈子我涉世未深，又苦于不是这老狐狸的对手，无法摆脱他的控制，重生回来，看我如何收拾父子。小飞呀，你要是被威胁的，你就眨眨眼。白建安在我面前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，确实心痛啊，让他再操作几年，可以让我净身出户。现在好了，我直接给卖了。大伯，没人威胁我，我有预感，猪肉的价格会再次猛上50亿斤，不是吗？那样我用11吨的猪肉能涨到50亿，胆子更大一点，100亿斤不是没有可能。小飞呀，你看不如15亿卖给我如何？抱歉啊，大伯，我已经卖人了，合同都签了，再想从那个公子哥手中买回来不可能吧？白建安皱眉，那个公子哥背景很大，很不好惹，再想原价购买回来怎么可能？若是想要购买回来，不大出血是不可能的。你好，白先生，您委托我们寻找的那只狗有眉目了，照片发给您了，您确认一下是不是您遗失的那只。末世之后有闲的无聊的好事，给各个系列异能者进行了一个空间系列自然系，火系低列是有血血雷的称号的灵验机，雷电系列则是一直被称为雷电。照片中的傻狗看模样正是雷电法王。收好手机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拯救雷电法王。爸，我查到了，白小飞最近订购了一大批物资。他说他囤了10亿的猪肉，喵的，打乱了我的计划。可据我所知，他只下了1万吨猪肉的订单，接近2亿。白小飞也没那么蠢，看来是看出我想吞掉他的股份，找的借口罢了。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壮士断腕，正常人谁舍得将30亿的股份10亿贱卖？小看他了。
爸，要不要做个手脚让他消失？他现在父母没了，如果他死了，他的遗产第一继承人是我们。小池，当年的事情，当时我们一无所有，可以冒险。现在我们身家接近100亿，就没必要再为那失忆冒险了。被人带到把柄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这傻逼！世界末日了，囤这么多物资，赔不死你！拥有空间异能的我，躺平末世，熬死了所有人，忍受不了寂寞，于是将自己埋了，却重生回到末世爆发的前1个月，花1000万雇佣2名私家侦探去找到黑头，只因我想和他做朋友。我跟着2名私家侦探来到一家狗肉馆，2个大铁笼摆在了狗肉馆的门口，里面关着几只土狗，客人现点现宰。我看了一眼，确定雷电法王就在其中。嘿，你小子的运气还不错，距离末世还有27天，你竟还没有被吃掉。看到店里来了3个人，狗肉馆的值班服务员过来询问道：“3位是要用餐吗？”我的神色突然变得凌厉，低喝道：“你们老板呢？把你们老板叫出来！”找事的，我一个服务员拿着3000块钱的工资，没必要应付这种麻烦了吧？还是得让老板自己来。3位有什么事情吗？还问我什么事情？偷狗都偷到了我的头上来了，要不是我及时发现，我的法王怕是成了狗肉了吧？狗主人找上门来了，可是这狗好像是流浪狗啊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这可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货。喂，110吗？我举报一家狗肉馆，他家的狗肉来路不正，无商不奸，有些事情经不住查，看我报警。店老板立即怂了，真是误会，我也不知道这狗是您的狗啊，我也是受害者，回头我就找那几个送狗的算账。这样吧，大哥，您的狗您牵回去1分钱不要，您看行吗？看在你态度不错的份上，这回就算了。法王被放出来后，我把法王请上了我的豪车。回到家门口，看到门口一个站岗的保安室，我顿时鼻头一酸。他叫苏大柱，是我末世后的好兄弟，也是肉体比你弟弟，金刚不坏。因为一次外出找物资，我和大柱被丧尸围住了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找到虚空，溜了。是大柱拖延住，救了我一命。既然重生了，这辈子一定让你吃香喝辣的。大柱啊，晚上下班，哥带你去耍耍。不了，拜哥，俺娘说了，男人不能学坏啊。你娘还说啥了？俺娘还说了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个老六！调侃的大柱一番，我带着法王就回了别墅，毕竟还有好多事情要安排。恭迎法王回家，必须整点运货。我直接从异能空间中拿出了红烧肉，法王也不客气，埋头滚吃。我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狗头。法王啊，你就把我当哥们好好处，我吃啥你吃啥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饿着。没我吃的，想来法王也不会让我饿着呀。既然要建立一个聚集地，现在囤的仅仅是一些肉食，肯定不够。熟食、水果、蔬菜、种子等等都还没有开始囤积呢。最重要的是水，末世之后，水也被污染了，使用各种净化设备或者其他手段都无法净化掉水中蕴含的病毒。末世初期，幸存者基本都靠瓶装、罐装、桶装的纯净水生活，但这些水数量有限。等纯净的水喝完，幸存者只能将目光盯在满是病毒的水上。这水虽喝不死身体强大的异能者，但会抑制异能者的力量发展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在忙着寻找仓库，联系货源，不时还得抽空囤积一些美食。账户上的资金数量飞快的下降，房子抵押了3亿股份，卖了10亿，也差不多用完了。现在账号上只还剩下5000万，还好物资也囤的差不多了。为了方便末世之后的行动，我订购了50根高电压的电棍。末世不久之后，虽然这些电棍就没啥用了，但在开局初期却是无往不利。还有2套高科技的合金铠甲，一套以自己的身材打造，一套以苏大柱的身材打造。最后花大价钱聘请了一位5星级酒店的大厨，叫马玉。总不能因为不会做饭，最后被饿死吧？一切都准备妥当，那就坐等末世来临吧。花1000万买一只狗是什么体验？紧接着上集白小飞重生后，花1000万请私人侦探寻找一只缺失诱饵的小飞狗。末世爆发，我没有第一时间躺在安全屋里面，
而是以借钱的名义去敌人家完成复仇。大伯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你是我侄子，能帮的我当然一定会帮你。是这样的，我最近急需一笔钱，但你知道的，我的钱都拿去囤猪肉了。我想把我囤的物资全部抵押给你，这可是价值10个亿，我只借5个亿。亲兄弟还明算账，我们签订协议，我只借1个月，到期还你6个亿。如果到期还不上钱，我就把物资全部抵债给你。你干什么急需这么多钱？据消息来源，虚拟币最近会大涨，说不定能涨个10倍8倍的，5亿能翻成50亿。大伯，你要是信我，就跟我一起做。不管他是挣是亏，自己都不会亏，而他大概率会亏，那样就能得到10亿的物资了。价值10亿的东西最少卖8个亿，这个买卖可以做。亏的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小飞呀，那玩意你都敢玩，就不怕裤衩子都亏没了吗？行，我答应你了。大伯，你在家等我吧，我现在去你家亲自谈。刚好我也想吃哥了，把池哥一起叫上吧。好的。挂掉电话后，说好的末世当天你们都得死，成功把他们父子留在家里。说着，我就带着法王一起出门了。末世爆发后，法王觉醒的雷电系异能。开车开到岗亭时，我看到了苏大柱正在站岗。我停了下来。大柱，我这心里7上8下的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情似的。9点多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的，拜哥。白小飞那小子居然想炒虚拟币，真是不怕死。当初虚拟币几分钱一个，谁能想到现在涨到了6万多，翻了100万倍啊！要不是这玩意你不让我碰，我肯定去转一圈玩玩。白小飞想赌一次也是意料之中。那玩意有什么实际价值？割韭菜的，白小飞这个买卖还是能做的，不过还得调查清楚白小飞囤的货够不够10个亿。送上门来的赚钱买卖，哪有不做的？这其中会不会有诈？白小飞这小子知道我坑了他，能让我做赚钱的买卖吗？炒币的心理我懂，就跟赌博一样，他急着用钱，认识的人也少，一时半会没人能拿得出5亿才找了我们，他敢坑我们试试，打不死他。9点05分，白小飞到白建安的家，白池迎了上去。小飞啊，也就是你堂哥胆子小，不然也陪你一起玩玩。你要是炒币赚了钱，可不能忘记了我这堂哥啊。那当然不能了，赚10亿的话，一定送你一辆超级跑车。正说着，突然女佣房间传来了痛苦的嘶吼声，白池立马过去查看。此时时间正好是9点15分，末世来了，我也去看看。只见一只丧尸，哪里还有女佣的影子？白池吓得就想往回跑。我从异能空间里取出电棍，毫无心软的将电棍击在了白池，将他电晕过去，刚好躺在了女佣丧尸的身上，被一口咬在了脖子上。白小飞，你在干什么？看到儿子倒下了，白建安恼羞成怒，就朝我袭来。随即我就将电棍伸向了白建安。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怎么报都是亲的。咋的，你绝缘体不通电啊？白建安被电得当场倒地不起。这时咬完白池的丧尸女佣嘶吼的朝我而来，我拿起电棍电起了丧尸女佣，随后我掏出匕首将丧尸眉心处的晶体取出，是最低级的蛋白晶体。不管是异能者还是丧尸，末世爆发后眉心处都会生出一个晶体，晶体的大小和颜色根据目标的异能类型和强弱而不同。能力觉醒后可以通过吸收晶体中的能量来进阶或加快恢复。复完仇后我并没有着急回去，记得上一世自己是10点左右觉醒的，不如在这里等待觉醒。法王应该也会觉醒，于是我将法王带到了客厅，顺便又解决了一个丧尸，获得了一个晶体。一人一狗就坐在那里等待着觉醒。突然法王黑色的皮毛下闪过一道紫色的电弧，紧挨着的我被电得正着，电得我浑身抽搐。法王这是觉醒了吗？抖东西！觉醒后电的第一个人竟然是我，我赶紧离远一点。法王的身体上开始不时的电弧划过，狗脸上出现出痛苦的表情，只是这痛苦仅仅持续了10几秒后，法王又恢复了平静。我有些羡慕异能天赋的强大，主要看2面。第一是觉醒的时间，觉醒越早天赋就越厉害。第二是异能的增长速度，毫无疑问实力增强的越快天赋越强大。
给2个天赋不一的异能者无限的晶体，成长速度也不一样。法王的天赋毫无疑问是雷电系中的天花板，并且此时法王的智慧应该2度开发了。唉，真是人不如狗。正在这时，我也感觉脑海中一片剧痛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脑袋中生成。突然感觉自己体内多出了一股神秘的力量。如果是上一世这个时候，短时间内还无法掌握运用这个力量。现在嘛，早已经不要太熟悉。我伸出手，将体内的力量引导在手心之中，一股空间之力在手中浮现，空间之力被自己凝聚成了一个透明的圆球。手掌一挥，手中的空间之力向着墙壁砸去。顿时，墙壁上出现了一个10几公分直径的裂缝，看得一旁的法王狗眼瞪圆。这种程度的攻击还无法秒杀一只最低等级的丧尸。说着，拿出刚刚获得的2个晶体，握在手心中开始吸收，感觉脑海里的晶体壮大了一些。此时，法王也从口中吐出一道闪电，击中了墙壁，炸得墙壁都裂开了。真是条好狗。走吧，去冷库那里把物资收了。点点关注不迷路，下集更精彩。我和法王开车前往冷库，走路过一个精品超市，我略微犹豫就停了下来，贼不走空啊，不是，顺手牵羊。这个超市不小了，物资不少，花费几分钟的时间清剿一下这个超市还是值得的。刚下车就看见超市有好几个丧尸，但是我完全不虚，从空间里拿出电棍，带着法王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法王能攻击就攻击，小心一点，不要硬碰硬，用灵活的走位溜他们。神奇的法王居然像人般的点了点头。4个丧尸不约而同的朝着我们扑来，我拿出电棍，一手一个，2只丧尸当时倒地抽搐不止。后面2个丧尸，法王大叫一声，吐出一道闪电，直接击中。我手一挥，瞬间物资就被收入异能空间。收集完晶体后，下一个目标是冷库。到达冷库后，发现附近有一辆重型卡车，开阔的地方，重卡是比电棍还要厉害的神器。我瞬间放弃超跑，带着法王上了重卡，按了一下喇叭，瞬间吸引了大量。我轻微一笑，瞬间几个丧尸凌空3米高了，落地后就没了声息。这可比电棍还要爽歪歪。过来的丧尸越来越多，丧尸也越来越多。10几分钟后，我按了按喇叭，再也没有引来任何一只丧尸。我带着法王下了车子，收集完晶体，我并没有急着进入冷库。冷库的物资肯定是要收取的，自己有大量物资的事情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我也不会滥杀无辜，但你威胁到我了，就不能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此时，冷库的楼顶上有3个幸存者正在小心地观察着我，他们都是冷库的员工，2个男的是冷库的搬运工，女的是会计。我用卡车碾压丧尸的行为被他们尽收眼底。这重卡掌握在别人手里，不如掌握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抢了它。就算没有世界末日，咱们这个叫紧急避险，不算抢劫，也不杀他，把他控制起来就行了。对，抢了他，这小子竟然来冷库偷物资，不能容忍。3人瞬间从楼直奔我而来。你好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下一步不会是求我带他们离开吧？不带的话就动手。这里就你们几个吗？是呀，就我们3个活了下来。突然，2个搬运工一左一右的开始靠近我，2人果断出手，一人一边按在我的肩膀之处。他们很自信，因为常年做着搬运的工作，力气比普通人要大很多。我特喵的还没动手，你们倒是先动手了。刚刚还感谢我救了你们，说翻脸就翻脸。如果我没有准备，或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翻车了。笑哥，你别反抗了，放心，我们不会伤害你。我随手从空间掏出一根电棍，直接送走了2人。刚好法王这个时候回来，见到这个场景，豆脸上顿时露出了凶狠的神色。别伤我！咋地？你脸大呀！法王一个狗嘴锁喉，带走了他。恶劣的环境会将人性的丑恶无限放大，善良是末世中最不值钱。
也是最害人的东西。取了冷库的物资后，这次收获颇丰，各种各样的冻货差不多有6万多吨。驾驶着重塔，带着法王往家走。我哼着小曲开着车，只见路边一个黄毛握着木棍跑到路中央。师傅，带我一程呗。我看着他拿着棍子，这要是上来了，趁我开车给我一棍子怎么办？我没有让他上车继续行驶。这一副要撞死我的架势是几个意思？现在的人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有机会我一定削死你！听到这话，我停下了车。不用怀疑黄毛的话，如果日后黄毛觉醒了异能，肯定会报复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威胁到我了。虽然这种威胁很小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看来这黄毛是不能留了。听到他说什么了吗？他说想吃狗肉了。虽然我不能听懂所有的人话，但我确信他没说狗肉2个字。见我停车，黄毛立即手持木棍的凶狠赶来。法王凶狠地看着黄毛，不管你是不是要吃狗肉，主人要你3根嘎，你绝活不到5根。看我的提方法！小小的黄毛拿捏。法王干得漂亮，把那根打狗棒叼回来。下一集给你大柱哥用。回到别墅小区后，我就带着法王去寻找苏大柱。大柱，大柱，你在哪？飞哥，我在这。我望着苏大柱安然无恙，脸上忍不住的浮现笑容。可当看到文静秀气的女孩时，脸色一沉。特喵的，怎么把这个绿茶婊陈静给忘记了？前世自己和苏大柱被这个陈静给拖累的挺惨。陈静是很有心机的绿茶，纯净水不够了，她害怕自来水有风险，喝了之后会变丧尸，于是拿苏大柱做实验。苏大柱毫无防备，分配的食物，陈静总是藏起来一部分，表面上装的饥渴难受，也不张口要，就是装可怜。苏大柱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他后，他就流着眼泪说感谢，拾着他还有一背包的食物，一手茶艺，炉火纯青，耍得苏大柱团团转。冷静下来后，现在不能拍死他，他还没上茶艺，直接拍死他，大柱可能会和自己产生隔阂。也好，正好用这个沉静让大柱明白人心的险恶。看我整不死你！大柱，跟我走，去我家那里，我们也好有个照应。白大哥，我叫陈静，我妈也姓白，说不定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。先不说这些有的没的，赶紧走，遇到丧尸总归麻烦。回到了别墅，陈静看着我家中的格局装修，心中吃了一惊。这栋别墅的位置、环境、大小明显不是之前带的那栋别墅可比。如果能够等到国家救援，又将白小飞拿下，岂不是一箭双雕？你们稍等一下，我去拿吃的。我到冰箱给他们拿了2片面包，就这么给你吃了，岂不是便宜你们了？嘿嘿，给你加点料。我将法王叫来，将1片面包在法王屁股上亲了亲。法王整个狗都不好了。家里就剩这么点东西了，你们将就一下。飞哥，还是你留着吧。没事，我们到超市去弄点食物就行。你是女人，胃口小，分你1片不过分吧？我将加了料的那份拿给了他。大柱是真饿了，狼吞虎咽的将2片面包3口吃完，但明显意犹未尽。陈静也不甘示弱的将整片面包塞进嘴里。此时只见陈静的表情突然有些怪。这面包味道怎么怪怪的？好像有股巴巴的味道。沾过我屁股的面包你也敢吃？没有食物了，必须要尽快弄点回来。趁着小区门口的超市还没人去拿，我们得多拿点。飞哥，咱们这就去，我掩护你，你放心拿着电棍电，只要我没死，丧尸绝对伤害不到你。这个办法不行，这个电棍满电也就能电死4个丧尸。超市那边丧尸可不止这点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妹子，你体型娇小，想必速度也不弱，你去引开丧尸，我和大柱去超市拿物资，然后回家汇合。让我去引开丧尸？白哥，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跑得真不快，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？那我负责引开丧尸，你和大柱2人去拿物资总行了吧？
白哥哥，真不是我不愿意，我从早上就吃了你给的一片面包，我怕我没有力气，反而连累你们。那你说你能干什么？总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干，光让我和大猪冒险。你自己坐享其成吧。飞哥哥，你真的别为难我了，我可以给你们洗洗衣服，照顾你们生活。从早上我就没喝水，嗓子快冒烟了，家里也没有矿泉水，自来水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污染。要不你替我试试，我就不要你去了。恰好沉静的余光刚好看到了法王。对了，我们可以让他试试自来水到底能不能喝。虽然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！大怒的法王生气地扑向沉静，饮料、矿泉水、八宝粥等一堆食物掉了一地。明明有那么多食物，还骗我们，看得我都饿了。那就不客气了，大柱过来吃，吃饱了我们去拿物资。大柱只是没有心眼，不会主动把人想得那么坏，但又不是真的傻。这是我的东西，还给我！你们两个欺负我一个小女生，算什么男子汉？我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去寻找物资，这次不要你去了，吃了你的东西，等我们回来双倍还给你。陈静明白现在不是和我们翻脸的最好时机，那样对他绝对没有什么好处，自己死了都没地方说理去。是我不对，小时候家里穷的怕了，这是我的本能反应。大柱，我们休息一会，就去门口的超市看看。都听你的，飞哥。我假装去休息，实际喊来了法王。法王，你去外面引一些丧尸到屋里来。引丧尸我理解，但是引到家里来我就不理解了。别管这么多，等会你就明白了。法王领命而去。我从一门空间拿出了几个大蒜，弄成了蒜汁。大蒜并不能对付丧尸，反而刺激性的气味会严重吸引丧尸。我回到客厅，将2碗大蒜汁拿了出来，放到了桌子上。大家猜一猜大蒜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也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喜欢的点个关。正在此时，远处传来了一群丧尸，这群丧尸的数量不少，丧尸的嘶吼声越来越大。大门不是锁着的吗？我二话不说，将大蒜汁液往自己身上倒。大柱，快把这碗大蒜汁倒在自己身上，它可以驱赶丧尸。白静看见我将大蒜汁往自己身上倒，连忙抢先大柱一步，将大蒜汁倒在了自己身上。看到了吧，大柱，末世之后不要随便对别人好，因为有些人不是人。你坑我，可是为什么你也将大蒜往自己身上泼？坑你？还不是你自己往里面跳吗？难道是我逼你往自己身上泼的？实话告诉你，你死定了。丧尸对大蒜的气味异常敏感。我只是想活着，有什么错吗？没错，但你逮着老实人使劲欺负就错了。特别这个人是我兄弟，用你的话说，我们都想活着，牺牲你有错吗？此时丧尸就要上来了，我也懒得和白静废话，从你的隔间中拿出电棍，白静马上就会是一个死人，死人是不会透露我觉醒了空间系异能的秘密。大柱，你先找个房间躲起来。白哥，放我一次吧，之后你想对我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想你去死，你死了我就放了你。此时丧尸出现了，我一脚将白静踹到死地。姓白的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从一见面就针对我，你会不得好死。丧尸咬死了白静后，往我扑了过来，被我手持电棍3系轻松的电击。丧尸解决了，满地都是丧尸，该怎么处理？我的家呀！这该死的狗子品牌这么多，弄得这么脏。我现在急需一个小女佣，我将目光转向了法王。法王啊，这个打扫丧尸的重任就交给你了，干完后才能吃饭。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，竟然让狗打扫卫生。大柱呀，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？上午的时候脑袋疼了一下后，感觉力量大了不少。力量型异能觉醒不仅增加力量，还有生命力也大幅度增长。这种情况其实在末世发生之前就有了。你的变化是力量系，而我的是空间系。由于我能掌控一点空间的力量，加上我感觉会有什么灾难发生，于是储存了一点物资。对，我还有预感我们会成为兄弟。来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先干饭。菜太多了，吃不完。飞哥，咱们省着点，2、3个就够了。
没事，吃不完还有法王呢，他也还没吃呢。我谢谢你了，主人。吃完饭以后，我来到厨房，开始洗漱获得的丧尸晶体。说好让我吃剩饭的呢，结果是一点都没剩，全被那个饭桶给干光了。我笑着拿出一份红烧肉给法王。可能再过几天，全世界没几个人吃的比这条狗还好。我把大柱叫来，将一把晶体递给他。大柱，快吸收这些晶体的力量，它能够快速增强你的身体。飞哥，这是哪来的？是从丧尸脑袋中挖出来的。咦，飞哥，你是怎么知道丧尸脑袋中有这玩意的？你上午脑袋疼的时候，感觉脑袋中有什么生成吧？我猜测就是生出了一个晶体。我就在想，丧尸脑袋中会不会有这个玩意呢？果然，他们的脑袋中也有。飞哥，你真聪明。后别叫飞哥了，直接叫哥吧。好的，哥，我早就想有个哥哥了。法王吃完饭后，我直接扔了一把晶体给他，一个一个吃，感觉受不了了就别吃了。晶体可以握在手心吸收，也可以直接吃进肚子中。晶体中蕴含某种力量，吸收可以强化自身。吸收同属性的晶体效果最好。我吸收着晶体，当吸收到第21个的时候，脑袋突然一痛，原来是升级了。末世第1天我就达到了2阶，前世之时可是第14天才晋级。那很快我就觉醒虚空之剑了，到时我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我末日重生觉醒累计1万多人士，组织各类异能者团队能否通关丧尸肆虐的末世。接上1级，我处理了绿茶婊全境，吸收21晶体，进阶到2级。哥，你说的方法真有效，我昨晚吸收了7块晶体，感觉我的力量增强了很多。我吃了9块，我说什么了吗？哟呵，这狗是真不简单，昨天饿极了，没怎么注意，今天才发现这狗不一般。不过你吃了9块，我才7块，这是几个意思？哈哈哈！以后跟着我后面当小弟，本法王替你出头。走，哥今天带你们去找大厨妹子。哥，你安排就好。去找马玉途中，遇到了粮铺。我带着法王和大柱走进了地下营。地下粮库的通道一片漆黑，我拿出手电筒照了一下，看到一具白骨，浑身的血肉都没了，只剩下一具骨架。不好，大家小心一点，可能有某种变异的生物在粮库。啊，哥，真的吗？不要吓我呀！我们退出去，不能冒险，没有了也无所谓，安全重要。是鼠群，大家快跑！我拉着大柱法王就往外跑。我回头一看，一只体型巨大老鼠王在指挥着鼠群，鼠群的速度明显比我们要快。我和大柱2个人手持2根电棍，噼里啪啦就是电，一波又一波的老鼠前仆后继地扑了过来。法王试图引开一些，减轻我们的压力，但是作用不大。突然，鼠王朝大柱扑了过去，我上前挡了一下，被扑了出去。只见大柱将电棍顶在鼠王身上，一向好使的电棍却像失去了作用一样，像是给鼠王挠痒痒。鼠王一下扑倒了大柱，大柱连忙用电棍挡住了鼠王。我估计大柱抵挡不了多久，连忙上猪肉，顿时一大片老鼠疯狂地朝猪肉奔去。我去死吧！鼠王直接被守卫分离，却没有任何的血液流出。使用了虚空中之剑的我满头大汗，浑身虚脱地跪在了地上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上一世我是7阶的时候才领悟出了虚空之剑，目前2阶还是太勉强了。鼠王一死，剩下的老鼠很快就被大柱和法王给解决了。我勉强恢复了一点力气，现在还是心有余悸，差点就挂了。我让大柱收了鼠王的晶体，还有鼠王的2颗大门牙。鼠群已经解决，粮库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看着这一袋袋堆积如山的粮食，我全部收取到了1年，估摸着这些粮食够1万人吃个几十年了。哥，你的异能空间到底有多大？也不大，也就2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吧。大柱，我囤了那么多的物资，千万不要不小心说出去了，不管是谁都不能说。
我们闷声发大财。放心吧，哥，打死我都不说。我拿出鼠王的晶体，开始恢复体力。大柱跟法王也在旁边一起吸收晶体，只感觉脑海中传来一阵疼痛，脑海中的晶体传来了一次蜕变，成功晋级到3阶了。大柱和法王也突破到了2阶。我拿出一根木棍给大柱，这是第4级从黄毛手中借来的。对于现在的大柱来说，电棍的威力远比自己本身的力量来得实在。然后我们一路杀到了马玉所在的酒店，也获得了300来个晶体。突然，一间房中跳出了一个人，2位大哥，救救我！卧槽，你谁啊？吓老子一跳！我叫刘文博，是酒店的服务员，我快顶不住了。知道马玉吗？知道。知道他宿舍是哪一间吗？知道，但是他应该不在宿舍。灾难的那一天，他和领导在会议厅那边，他应该在那边备菜。走，带路去宿舍看看，到时会给你一些好处的。我们几个来到了马玉的宿舍，大柱一脚将门踹开，宿舍内空空如也，还好没有见到一只变了丧尸的马玉，不然可以直接打道回府了。走去会议厅看看。这时听到了一阵哭声，哭的姑娘是谁？宴会厅又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敬请期待。我末日重生觉醒异能，回击亿万，组织各类异能者团队，破丧尸肆虐的末世。接上集，白小飞来到了马玉所在的酒店，此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哭叫声，我连忙带着大柱和法王跑过去，恰好看见2只丧尸扑向了马玉，法王连忙冲过去，一个雷球迅速打倒。大柱见状连看见马玉还活着，我的心终于也松了一口气，太好了，厨子还活着，这下终于不用担心做饭了。马玉，是我呀，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的。白总，谢谢你。我没空和马玉叙旧，只见丧尸一群又一群的朝我们冲了过来，2人一起。这时冷库的大门打开，走出来几个人。感谢2位英雄救了我们。你们好，我是林一儿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其他人都在冷库之中躲得好好的，只有马玉在外面，还差点被丧尸吃掉。我猜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。马玉，怎么回事？有什么事情说出来，我替你做主。马玉听到我的话，心中的委屈一下子涌了上来，哽咽的将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末世爆发之后，善良的马玉将他们引进冷库避难，因为冷库空间不够，他们依仗自己的社会地位，将救了他们移民的厨子赶出了冷库。此时大柱怒火中烧，他最讨厌这种恩将仇报的人，人家救了你们，反而要让人送死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苏大柱忍不住的上前，挨个给他们一人一个大逼兜，林一儿也没有放过。苏大柱的手劲很大，扇得他们头晕眼花。你，李林终究还是没敢放狠话。刚刚2人虐杀丧尸的情景，他可是看在眼里。小兄弟，你也帮你朋友出过气了，确实是我们不对，只要能送我们到安全的地方，不管什么条件，你尽管提。我一直奉行一个原则，只要你是我的敌人，但凡有机会弄死你们，绝不放过。大柱，找根绳子把他们绑起来，能不能活下来，听天由命。你这和杀了我们有什么区别？眼中还有没有王法？那你们把他扔出来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带着马玉准备下楼时，顺便踹了法王一下。法王会意的去楼下引了一些丧尸过来。看来他们运气不怎么好，这么快就遇上了丧尸。他们是被丧尸吃掉的，不关白总的事。大哥，我想跟着你。拿着，去街上嘎10个丧尸，我就让你跟着我。不，我不敢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我拿了一些末日时期，我能这么做，仁至义尽。马玉，我那里缺个后勤，没人做饭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去？我会保证你的人身安全，吃的喝的也不会亏待你。白总，我愿意。路上，我又问了马玉觉醒的事，将异能解释了一遍，并介绍了自己和苏大柱的异能。白总，末世第3天，当时确实脑袋疼了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力量，我也不清楚，我当时一直热着难受。马玉按照我的指示，努力感受着体内的力量，慢慢的，一些弱小的火焰在马玉的手掌上生长，吓了马玉一跳，我却是惊喜不已。
嘿，捡到宝了！异能者的火焰比普通火做出来的菜肴更加美味，而且他还是一个厨艺大师。回到家里，我迫不及待的拿出食材给马玉，让他安排一顿大餐。没到1个小时，马玉就做好了8个菜：西红柿炒蛋、平菇烧豆腐、青椒鸡蛋、炒青菜、土豆红烧肉，色香味俱全。我们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吃完饭，马玉收拾了餐具。有了马玉的加入，我终于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。法王也过上了正常的狗生了。接下来就是收复火系第1的灵验机姐妹。我末日重生，觉醒魂击亿万，组织各类异能者团队，末世。转眼来到了末世的第10天，晶体在这几天我们基本都用完了，是时候出门再收获一批，也是时候去寻找米灵、米莉两姐妹了。姐姐是火系第1，妹妹拥有复活的能力，必须将她们收入麾下。复活术啊，有这样能力的人不掌握在手中，怕是要遭天谴哦。马玉，我要出门办事了，你在家注意安全，无论遇到什么，都别打开门窗。好的，白总。交代完马玉之后，我就和大柱一起踏上了寻找灵验机之路。我将车驾驶到街上，路上遇到的丧尸能用车撞，就和大柱下来打丧尸。1个多小时，我们就收集了300多个。边走边打丧尸，我们来到了米灵米莉的家。法王，你去201闻闻有没有人在家。这才是狗该做的事情。法王就要上楼，突然旁边传来一声猫叫，瞬间向着一旁的草丛中窜了过去。出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只猫咪。法王，别伤害它。快让这只蠢狗把我放下来！这个声音并不是在耳边响起，而是直接在我脑中出现的。这种能力只有强大的精神系才能掌握。嘿嘿，又捡到宝了。法王，你怎么这么粗鲁呀？猫猫这么可爱，快点放开人家！我一手将猫咪放在怀里，怕它跑了。法王顿时感觉整个狗都不好了。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猫到了我手上，也没有挣扎，睁着眼睛望着我。没招它，没惹它，这只狗好端端的咬我，好可恶！你有小鱼干吗？我感觉你有。强大的精神系可以提前预知很多事情。是呀，我有，而且还有很多。我内心狂喜，吃了我的东西，那就是我的喵了，带回家可以使劲撸了。就在此时，201的窗户打开，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：放开我的米饭！啥米饭？难道这是他的猫？米莉提着擀面杖就朝我和大柱走来，从我手中拽过米饭，转身就要走。放开我！他身上有小鱼干，我要吃小鱼干。我已经1个多星期没有吃过小鱼干了，给我1根吧。我脑中快速思考着，姐姐明显不在家，要不就先从妹妹身上下手，但是也不能一上来就给资源，外面超市就有资源，要不我们一起寻找物资吧。我才不和陌生人一起出去呢，我能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没有恶意，可以相信。好吧，那我和你们一起去。我叫白小飞，能力是空间系魔法师，他是苏大柱，相当于战士，能力是力量型的。这是法王，也是雷电系法师，你可以叫他法王。你好，我叫米莉，是一个牧师，这是我的猫，它叫米饭，能力是能和人交流。快去找小鱼干吧，我快乐死了。我们一行人刚走2步，迎面走来几只丧鲲，米莉瞬间紧张了起来。我为你们增幅一下力量吧。虽然对着重低级的丧鲲根本不需要，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米莉的增幅效果。一团绿色的光芒从米莉手中浮现，很快涌入了我和大柱的身体里。看米莉的动作并不生疏，应该是有练习过的。感受到体内的变化，差不多增幅了1/3的力量。有了米莉的增幅，大柱一只丧鲲落单的跑了过来。我没有和丧鲲战斗经验，可以让我试试吗？大柱，把武器给他吧。米莉慌张的给自己释放了一个力量增幅。丧鲲很快的棍子砸了上去，就像砸西瓜一般。奶妈战撸无敌啊！
不一会，那只丧鲲被砸的，估计他爹妈都认不出来了。妹子，你彪悍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哎，米莉第一次击杀丧鲲，恶心的想吐。我拿了一瓶矿泉水给他，感激的望着我。还去不去找小鱼干了呀？我带着他们来到了附近的超市，寻找物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和米莉培养一下感情。主人有危险！我末日重生，觉醒，组织各类异能者团队。末世接上集，我带着他们回到重塔，开车去附近的超市寻找物资不重要，重要是和米莉培养一下感情。米莉，如果我们在超市内遇到幸存者怎么办？以你们两个的力量，可以击杀不少丧鲲，幸存者完全可以自行逃生。我们不是救世主，还是得靠他们自己。说的太对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不要总是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。没想到米莉年纪轻轻就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。米莉，待会你给我增幅一下力量就行，不用给你大柱哥增加。到了超市，我给米莉拿了，看着我凭空取物，妹子羡慕坏了。空间魔法师也太好了吧？也就一般般吧。我配合的大柱击刺耳雷电球当即炸死了几个丧尸。这狗东西得意地看着米饭，你这只猫能做到吗？米饭有些震撼，但输猫不能输了气势，看得我着实有些无语。法王该不会受什么刺激了吧？米莉，你去拿袋子装，能装多少是多少。法王，你去将丧尸引来一批一批的击杀。我要吃小鱼干。别急，我这有新鲜的鱼，待会跟我回去，我给你做红烧鱼。好啊好啊，不过现在我好饿啊。我拆了包烤鱼片给米饭，顺便上手撸两下，这手感真是绝了。正在干饭的米饭突然停了下来。不好，我感觉米莉遇到危险了。我赶紧去找米莉，只见一只巨大异常的丧鲲向米莉扑来。太热了，让我把你吃掉。米莉转头就跑，惊魂未定的米莉就撞上了赶来的我。别怕，有我，快躲我后面。没想到在这里又遇见一个突变体。眼前的巨大丧尸前世并不少见，被人称为吞噬者，攻击手段主要是自爆。看他的体型应该是3级，不算高。虚空之剑，法王赶来，在吞噬者的背后释放了雷电球，吞噬者。趁此机会，我将虚空之剑喷向吞噬者，吞噬者瞬间被一击爆，还没来得及自爆，就化作了2级。不要看他的尸体很恶心，米莉的脸莫名的红了。我了个去，没想到这个大丧尸的出现这么给力。虽然英雄救美有点老掉牙了，但效果是真的好。我们该走了，米莉一起去我家吃个饭吧。可是我得等我姐姐，万一她回来看不到，我肯定很着急。你不是在家留了字条吗？而且我有预感米玲今天不会回来。那好吧，不过不能待得太久哦。耶，红烧鱼，我来了。我带他们一起回到家里，马玉看到米莉有点震惊。怎么出门一趟就带个美的冒泡的妹子回来了？介绍一下，这是马玉，这是米莉，我是米饭，我要吃红烧鱼。玉姐开始做饭吧。很快一大桌子菜都上来了，我趁着米饭吃鱼的功夫，忍不住的在米饭身上使劲的撸着，撸猫一时爽，一直撸猫一直爽。轻一点啊，照你这样撸，迟早要给你撸秃噜。白哥哥，虽然我是第一次登门，但也太破费了吧。米莉，不用客气，我没有给人夹菜的习惯，想吃什么尽管夹。听我这么说，米莉才放开了吃。法王跑过来，又朝着米饭叫了几声。米饭这个战五渣来了也不是没有好处，起码能帮自己做翻译。小渣猫给本法王翻译一下，肉我吃腻了，想吃菜汤泡饭。小渣猫，谁是小渣猫？米饭，法王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他想吃屎。我亚麻呆住了。法王，你还真是不忘本了。白哥哥，我该回去了。你一个人回去也太危险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小区旁边肯定有无人居住的房子，我们直接搬过去，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。好啊，可是这样是不是太麻烦你们了？一点都不麻烦。大柱玉姐收拾收拾，我们准备搬家。搬家只是暂时的，主要是怕米莉发生什么意外。大柱和马玉收拾好东西，直接丢进
大柱正在追一部古装电视剧，趁现在空闲上瘾般的拿出手机播放。米饭好奇的蹲在大柱后面看，手机中传来了一个撒娇的女声：“死鬼，你怎么才来啊？